国服将在5月7日上线 14.9B 版本热补丁，更新内容如下：修复了幽魂的 bug， 幽魂现在会正确的对非幽魂一子造成伤害了。利桑卓的法力值上限增加至120，飞升护符属性削弱，诅咒之刃因 bug 被暂时禁用。具体更新时间详见官方公告。热补后阵容梯度如图 ，T 0的是森林莲华、豆沙、艾希以及因 bug 而短暂沉寂的纳尔 ，T 1的是决斗、夜幽、天降 ，T 2的有塞拉斯、高法佐伊。随着信息差被慢慢填平，这个版本对局内能确定正确阵容将成为胜负手。能过渡的局，我推荐优先往连胜方向靠。你要连胜就得合装备，不同类型的装备在不同的版本有着各自的优先级。最优先的法系装备指向版本 T 0阵容辛德拉，先把连胜打出来，再去中期观察对手。如果有一家或者没有辛德拉同行，那么就直奔辛德拉去了。如果太卷，我们可以跑高法佐伊、夜幽 Flex 转夜幽95，圣贤塞拉斯转圣贤95。如果我们手里的大件攻速全套多，那为了赢也可以毫不犹豫的合成 AD 后排装备，去玩独家的决斗卡莎艾希。战士装指向的是纳尔凯隐，当然节奏好、基础牌多，决斗也可以。如果没有过渡质量，被迫连败开局，那么第一想到的就是有没有像午夜红西加、夜幽、天降转职、特殊奥恩神器等可以跑路的玩法。如果没有，那就可以考虑拿一个经济强化冲版本 T 0。去用高额的经济加提前1回合抢牌来把上面的同行都拖下水。当然，如果有即兴开局，也可以考虑即兴转卡莎、艾希或者莲华。要过渡就得会抓牌，这是所有伊菲卡的评级和流卡优先级 ，S 级的优先流。比如诺手单卡强度高，户口好，指向的是闭环强势过渡卡组、天降决斗4人组。再比如阿里、雷克赛、亚索蹭了森林莲华的局势，指向的是3莲华加早期叠森林过渡的组合。减脂系的西维尔盖伦指向的是扩展性好、前期强度高的减脂过渡组合。A 级卡是不卡钱就留，多少和 S 级卡的过渡牌组沾边。B 级卡是一般不留，他们融不太进主流的过渡体系，留他们的性价比很低。T 0第一套森林莲华，这套理解在这2天正在撕裂云顶，企图的对局里前4有3家都在玩这个，大家也慢慢接受并认可了森林的强度。第二套斗舍卡莎是这个赛季的常青树，其实每次有哪套新的理解爆出来之后，大家都去卷新的阵容去了，你转头去玩卡莎就对了。没同行的话，这套不是稳前2吗？第三套神域艾希，我不喜欢的阵容，但是逻辑和卡莎一样，强度在线，能玩到独家就捡到大漏。你先观察一圈，外面没有和阳刀的，你就是独家。第4套幽魂纳尔，这个注意看一下热补上线时间啊，上线之后才能玩。比较推荐的节奏是2阶段连败养经济，一下播 F 3个2大搜6人口的板子，并保证纳尔至少有2件装备。打3阶段的节奏叠森林层数，而后6人口卡50利息慢抽，只是3星纳尔。最晚4-5纳尔3星之后存钱上9找沙皇。T 1第一套决斗大师，其实14.9更新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强度的回归，但是最近战士系 C 位被辛德拉小克，所以不是一套值得什么都没有就奔着玩的阵容。现在的决斗前期漂牌顺，能打3阶段压制就可以考虑几种玩法。第一种是虎火炮或者鱼骨头狙击手，考虑养香纳 C， 还是在7基地。第二种是狗熊小炮多就7级追桑3。第三种是常规局直接上8养盲僧，有决斗转优先开8决斗，没有转就开4天龙。带决斗转厉害的人选有皎月、决斗转加头盔加泰坦、永恩，过渡的时候用。8级有洛就带索拉卡，有猴子就带皎月。T 1第二套夜幽95，这套5转的玩法还在测，很多细节在优化，后面可能会和化学必修2专门出一期细讲，现在最好是有转再玩。阵容的强度来自6夜幽的羁绊强度加体系外优质单卡的强度，功能装大于某一 C 位的神装，电刀、鬼书等装备的攻击特效能触发夜幽的斩杀，所以拉路恩可以带电刀，输入装推荐大天使羊刀拖时间的装备，以及泰坦，因为它可以无副作用叠满。拉路恩和永恩不追3，上9大于一切。8人口除寒冰卡莎，几乎所有的4费卡都可以暂用过渡。9人口的板子中，沙皇和会2选1，刀妹、洛、冰女、乌迪尔都可以带。T 1第3套天降凯隐，上次凯隐削了双抗，还有天降改版之后似乎无人问津了。不过其实他还可以玩，相当于把一部分的凯隐单 C 强度让渡给了天降整体的成员。有天降转最好也不要给凯隐，给盲僧、洛、莫甘娜都可以，因为装备格子不够，奶妈数量多的话可以追3，投资一些装备给他当 C 位，奶妈吃一些比较爆的装备，比如法爆大天使。如果你是非天降单位当 C， 可下掉高天降换奥恩、利桑卓、乌迪尔。T 2第一套圣贤塞拉斯，这套火起来之后强度就有点一般了，之前悄悄拿来偷分的强度还可以，怕斗舍同行又怕辛德拉，作为法系装备过渡的一套兜底阵容还不错，后期能转成会 C 的圣贤95就很有实力。
最后一套高法左一，比较新潮的理解是拿1到2个经济海克斯，在8人口的时候追3下阿木木左一俄洛伊，养一个超级3费坦克和左一主 C， 把肉装做得很扎实。这样的话，狙出3星之后就有进决赛圈的实力。不过最后一般打不过最怪物的那家，名次在第2、第3的样子。有需要本期视频高清图的，可以关注公众号“手人猫咪”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